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加密的这个圈子里边，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中本聪，那说明你跟这个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如果你听说过中本聪，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GC2，那说明呢，你只是站在这个门口张望过，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进来过。GC2 全名是 Gigantic Cascade Rebirth， 翻译过来呢就是穿着巨大法袍的重生者，听起来像是中二病晚期，但操作起来呢像个冷血的机器。毫无疑问 GC2 是加密世界里边最厉害的大空头，没有之一。有意思的是，在互联网上你根本就找不到他的个人的真实信息，他没有真实的姓名，也没有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住在哪儿，长什么样。但在 FTX 最鼎盛的年代里边， GC2 这个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交易所的顶级交易者的榜单上。这个榜单呢是公开的，是全球顶尖交易员的排行榜，很多圈内的人都在看这张榜，基本上很多期的第一名全都是 GC2， 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跟单，并且跟住了他，你投入的1000块钱很可能现在已经变成了1000万。 GC2 呢并非天生富有，天生是个交易天才，也没有任何的内幕交易，他的起点只有$1000。同时呢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质，当所有人都在说 yes 的时候，他天生就想说 no。 今天的这期呢，我本来是想讲做空的概念，但是我发现通过 GC2 的故事，你也许会对做空有更深的理解，而且通过他的故事，你会了解到一个人如何用做空来对抗整个市场的疯狂。听完这期呢，你会真正理解什么是做空，但更重要的是你会理解一件事儿，在这个市场里边，最可怕的往往不是你看错了方向。我们先回到5年前，2021年，那是加密史上非常疯狂的一年。比特币从年初的$2万涨到了6万9，以太坊呢从不到700涨到了将近$5000，各种各样的山寨币2位数、3位数甚至4位数的往上窜，每天呢都有新的故事。这个人什么靠着狗狗币买了一栋房子，另外一个人靠着柴犬币一夜暴富，还有人用信用卡贷款来买币赚了20倍。整个市场里边弥漫着一种胜利的、兴奋的、赚钱的气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这次呢它是一个超级的周期，不会再简单的按照比特币4年减半周期走。那个时候呢 Tom Lee 还没有在以太坊出道，木头姐那个时候说比特币会涨到50万。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上涨的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人拍着胸脯保证，后面呢也都有数据支撑，这个就烘托出一种你不买你就是傻瓜的氛围。就在这个时候呢， FTX 的顶级交易者的榜单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GC2。 FTX 呢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加密衍生品交易所之一，它有一个公开可见的 PNL 的排行榜，显示谁的交易盈亏最高，谁是这个平台上最顶尖的玩家。 GC2 频繁地出现在这个榜单的榜首，大量的粉丝开始关注他，开始追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的秘密是什么。 GC2 呢偶尔发推文讲一些交易的原则、市场的观察，但他从来不直接说我做了什么仓位，我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人们呢就开始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内幕消息，会不会是哪一个大机构的影子账号，他是不是有一个顶级的量化模型。然后呢在某一天，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公布了他的核心玩法生命之树。大家听到这个词儿呢全都懵了，这什么东西，怎么玩。最后呢他给出了答案，我的优势就是在市场最一致的时候站到对立面去，就这么一句话。 GC2 是乔治·索罗斯的忠实信徒，索罗斯大家都应该不陌生，他有一个核心的哲学叫做反身性。市场的价格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人们的行为呢又反过来影响市场的价格。当这个循环走向极端，就会产生巨大的扭曲，而这个扭曲呢，终究会被现实给纠正。GCR 呢深悟这个哲学，他甚至把这个哲学放进了他的每一笔的交易里边。当所有的人都在买，他就会问谁会是最后一个买家。当所有的人都会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他再次的问上一次说这次不一样的人现在在哪里。当一个东西的价格高到只能靠信念去支撑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这个是不是已经到了反身性扭曲的极端，是不是做空的最佳时机。2021年的1月 Reddit 的散户集结，散户大量的买入并且坚定的看多 GameStop 的股票，与华尔街机构的巨额的空头头寸正面开始交锋，全网都开始沸腾起来了。这个呢，在当时被称之为散户的胜利，被许多人认为是属于普通人的革命。但 GCR 呢，他在之后做空了 GameStop。他说他一直觉得 Reddit 的文化令人讨厌，他站在了机构的那一边。这个呢，是他的第一次的正式登场。2021年的5月，狗狗币在马斯克的连续的推文的推动下，从0点几美分涨到了将近73美分，涨幅超过了6000倍，成为全球散户的信仰币。全球数百万的散户守在屏幕前，想要听到马斯克在 SNL 秀上说出那句狗狗币是未来。可就在那一天，马斯克登上 SNL 的那一天， GCR 在狗狗币逼近历史最高点的时候，公开做空了这个被散户重仓的狂炒的命币。不是因为他知道马斯克要说什么，而是因为当所有人都在等同一个 Catalyst 的时候，那个 Catalyst 的到来的瞬间往往就是顶部。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马斯克在 SNL 上并没有把狗狗币捧成未来，反而在段子里边调侃它是 hustle， 是一个骗局。What is it, man? I keep telling you, it's a cryptocurrency you can trade for conventional money. Oh, so it's a hustle. Yeah, it's a hustle. Why did you say that, man? Don't fall there. 结果呢，狗狗币在当天大幅的跳水，从接近0.73美元的高点一度暴跌了30%到40%。GCR 一战成名，在狗狗币历史性的顶部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做空胜利。GCR 后来解释这个逻辑是，散户重仓的币被炒作了几个月，散户一直等着某个未来的催化剂，就在散户幻想那个催化剂会让他们一夜暴富的时候，庄家呢用最后一波的流动性完成了出货。2021年的7月，牛市的情绪非常火热，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加密超级周期的概念。GCR 呢，在一个私密的 Telegram 的群里边，悄悄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比特币的局部的底部大约是在2万美元左右，宏观经济和全球的股市会在2022年见顶，大多数山寨币最终会跌去95%到99%，没有人相信它。那个时候呢，比特币在3万左右徘徊，以太坊刚过2000，所有的人都说这只是牛市过程当中的调整，但它呢，已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悄悄地建立空头的仓位，一个一个的有针对性的选择他认为脆弱的项目，开始布局做空。2022年的3月，一个匿名的交易员 Al God 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条推文：谁想跟我赌100万美元，赌 Luna 的代币1年以后比现在更低。同时呢，他艾特了 Luna 币的实际控制人杜宽，你敢接吗？那个时候 Luna 币在88美元附近，市值超过了400亿，属于前10级别的蓝筹币。杜宽的粉丝们自称为 Lunatics， 月球的狂热者。杜宽看到这条推特以后回复道：酷 I'm in 3个字带着他一贯的傲慢，不服咱们就干一把。两个人呢，各自往托管钱包里边打入了100万美元，由知名的博主 Kobe 担任资金的托管人，全程
链上可查，全网全都在围观这场赌局，币圈呢一下子全都热闹起来了，全都过来看热闹。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在冷静地旁观了这一切以后，开口了：“我对这个赌局也非常感兴趣，但我要加注到1000万美元。”这个发起赌局挑战的人就是 GCR， 杜宽也接受了，两个人各自往托管钱包里边打入了1000万美元，中间人还是那个 Kobe。后来 GCR 还嫌不够，他同时在 FTX 上面另外开了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 Luna 的空头合约，不靠赌局，直接用衍生品去做空它。算一算，赌局里的1000万加上 FTX 上1000万，2000万美元压住 Luna 下跌。而 GCR 做空的逻辑并不复杂， Luna 背后有一个算法稳定币 UST， 它的稳定依赖 Luna 的市场信心来维持。牛市里边这是一个正循环，但一旦信心崩塌，它会变成一个死亡螺旋，自我加速直到归零。GCR 呢，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他认为这个系统现在撑着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能力。这个就像一个装满炸药的库房，库房的顶上呢又被浇满了汽油。GCR 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用真金白银去做空，同时呢他也在等一根火柴。然后呢，在开始的时候 Luna 并没有下跌，反而是上涨95美元、100美元，最后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119美元。整个币圈都在嘲笑 GCR， 还有那个 Algorand。Lunatic 在 GCR 的推特下面狂欢， GCR 空单账面上的亏损被逐渐的放大，几乎要被挤爆了。这里边呢，我先要打断一下，讲一个你必须理解的事儿：做空和做多有一个致命的不对称。做多一个东西呢，你买入100块钱，最坏的结果它归零，你亏损100块，亏损它是有上限的。做空一个东西，你借来它，在100块钱卖出，如果它涨到了150，你就亏50块钱；涨到200，你亏100；涨到了1000，你亏损900。亏损理论上没有任何的上限。更可怕的是，当大量的做空者同时亏损，他们被迫买入，平仓买入，再推高价格，价格升高，再逼迫更多的人去平仓，更多平仓继续推高价格，这个叫做逼空 short squeeze。 我之前在机构思维的那一期里边讲过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把所有的做空者一个一个的送上断头台。我们回到 GCR 在88美元做空， Luna 呢一路涨到了119，但它顶住了所有人的嘲笑，也顶住了逼空的压力。它没有平仓，而是继续等待那根火柴的到来。2022年的5月7号凌晨，链上数据显示，两个巨型的钱包从 Luna 的核心协议 Anchor Protocol 悄悄地撤走了，价值3亿7500万美元的 UST， 没有任何的公告，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就是没有了，撤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两个钱包背后是谁，直到今天，这个仍然是一个谜。但这个动作呢，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掌。UST 的流动性开始出现了裂缝，价格呢从1美元轻微的滑到了 0.999， 然后是 0.998 0.995， 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市场里边那批最敏锐的那群人已经闻到了味儿，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他们知道这套机制意味着什么，一旦 UST 脱锚，那么这个系统的内在逻辑就会把这种轻微的动摇给它放大，最后呢放大成一场雪崩，恐慌也开始逐渐的蔓延，更多的人开始抛售 UST， 系统呢为了维持这个锚，开始铸造更多的 Luna 的供应量暴增，价格呢开始下跌， Luna 下跌，人们对这套系统的信心就会下降，更多的人会抛售 UST， 死亡螺旋开始了。那一周呢是很多人人生里边最黑暗的一周， Luna 从87美元开始下跌，70、40、10美元，
然后是1美元，最后0.1美元，最后的最后0.0001美元，几乎归零。400亿美元的市值，7天以内完全蒸发不见了，数以万计的普通人损失惨重。他们曾经在觉得自己是在理财，但其实呢是在赌博。而 GCR 的做法呢，在5月7号，也就是崩盘的最初信号的出现的那一天，公开了它的仓位状态，它的空头仓位已经盈利了230万美元。这个呢只是开始。随着 Luna 从87美元一路下行，它的2000万美元的空头利润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飞速增长，最终 Luna 跌到了0.0001美元。他需要买回足够的 Luna 来平掉那笔2000万美元的空头仓位。打开计算器算一算，2000万美元的空头需要买回多少价格为0.001美元的 Luna 呢？答案是0.72美元，7毛2分钱。他用7毛2分钱买回了足够的 Luna， 平掉了那笔2000万的空头，把借来的币还了回去。杜宽呢，输掉了他押注的1100万美元。GCR 成为了这场加密史上最大崩盘里边的极少数的，不只是没有亏损，反而是大赚特赚的人。他在网上呢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的平掉了他的仓位，然后呢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你现在可能有一种感觉， Luna 的崩盘让无数的普通人血本无归， GCR 呢却大赚特赚，这个合理吗？他靠别人的损失来赚钱，他是英雄还是趁火打劫的混蛋呢？我想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 GCR 做空 Luna 动机是自私的，他想赚钱，不是为了保护散户，也不是为了揭露骗局，就是为了利润。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 GCR 发出那条挑战 Twitter 之前呢，有多少人公开质疑过 UST 的机制呢？其实是有的。早在2018年就有研究者发表论文，系统性的讨论过算法稳定币的根本性缺陷，指出了死亡螺旋的可能性。可是呢，没有人听，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赚钱的市场里边，警告是最廉价的东西。说的人呢会被骂成嫉妒、散播谣言、理解不了创新，然后呢就消失在噪音里边。GCR 做的事是把那个警告变成了一笔真金白银的赌注。当他用1000万美元说我赌它会崩盘的时候，那个不只是一条推特，那是一个信号，一个有代价的信号。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自己的真金白银压在这件事是假的这上面。这个信号呢，比任何研究的报告都有力量。因为研究报告你不需要付出代价，但做空呢需要。他的动机是自私的，他想赚钱，但这个自私的行为在客观上用最激烈的方式揭穿了一个谎言。GCR 呢不是英雄，但这个市场里边需要他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善良，是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在说是的时候，总要有人站出来用真金白银说不。Luna 崩盘以后呢， GCR 继续活跃，他在市场最黑暗的时候仍然对加密的长期抱有信心。他说无论剩下多少本金，你对这个圈子的熟悉程度本身就是无价的。但然后呢，2022年的11月8号，另外一件没有人完全预料的事儿发生了， FTX 崩盘了。不是因为市场下跌，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代币归零，是因为 FTX 的 CEO SBF 把用户的资金悄悄的、长期的借给了他自己关联的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用来填补交易的损失，用来维持它表面的光线，直到最后纸包不住火了，一场挤兑让这个每天处理数十亿美元交易的交易所在短短的72个小时之内宣告破产，数十亿用户的资产被冻结了。而 GCR 呢，在 FTX 上持有大量的资金。阿克汉姆的研究呢记录了这件事，他用了这样的描述： GCR 在 FTX 事件当中损失了
a significant portion is a capital， 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不是归零，但是重创。这件事呢，让我觉得非常唏嘘。GCR 看对了 Luna 的死亡螺旋，看对了狗狗币的顶部，甚至看对了2021年整个加密市场形势。他几乎所有的市场判断全都是正确的，但最后呢，他却伤到了一个和判断力毫无关系的地方。那个他一直信任的装钱的盒子背叛了他。更讽刺的是，就在 FTX 倒闭的前不久， GCR 曾经多次提醒他的粉丝要注意，你把你的资产放在哪里。交易所它不是银行，不是保险箱。他说了这些话，然后呢，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的钱放在了 FTX 里边。这个不是讽刺，这是悲剧。因为你明白一个道理和你真正执行这个道理中间呢，永远有一道鸿沟。这个不是愚蠢，是人性。市场里边最顶尖的人都没能完全逃开。FTX 以后呢， GCR 的声音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主账号停止了更新，备用账号呢偶尔还有几条。最后一条是在2023年初发出来的，他们只会印更多的钱，以太坊终有一天会到1万美元。一个星期以后呢，他点赞了一条推文 See you at 10K ETH， 然后呢再也没有人见过他。2025年 Arkham 的研究团队发现有一些疑似和 GCR 相关的链上地址出现了新的活动，没有人能够确认那是不是他，但那句话还挂在那儿 ETH 以太坊终于会有一天会到1万美元。也许他还在某一个地方静静地看着这个市场，只是不再说话。我讲 GCR 的故事呢，不是要告诉你做空能够赚钱，也不是想让你去模仿他。他那种近乎变态的逆向思维不是可以被复制的东西。但有3件事呢，我希望你能够带走。第一呢，做空是先卖后买，赚的是资产下跌的差价。和做多不同，它的亏损理论上是没有上限的。你以为看对了方向，但在被市场证明之前呢，市场可以先把你给逼死。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 GCR 在 Luna 涨到了119美元的那段时间，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第二，这个市场需要做空者，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私。自私呢，让他们愿意去挖掘那些藏在白皮书里边的谎言。当做空者消失了以后呢，泡沫只会更大，崩盘只会来得更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GCR 看对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判断，却伤在了一个和判断力毫无关系的地方，托管风险。你的资产放在哪里，比你的判断对不对，有的时候更加重要。那些你以为已经安全了的东西，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GCR 呢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你还剩多少的本金，你对这个圈子的熟悉程度本身就是无价的。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我知道这句话是真的。在这个市场里边呢，你交的学费如果换来了真正的理解，那就不算数。下一期呢，我想讲另外一个概念，它是所有市场崩盘最深处的一个原因，是 Luna 那一周从87美元归零的真正的加速器，是 GCR 那笔7毛2平仓背后你没有注意到的关键机制——流动性。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明明判断对了，却卖不出去？为什么市场暴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跑，但门呢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窄？流动性是这个市场里边最隐形的生死线。好的，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